丁太升锐评孟美岐在舞台2023初舞台表现，他表示孟美岐的唱跳能力在国内算是第一等的，但出舞台选择王菲的慢歌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之前跟孟美岐一起录过节目，她的这个唱跳的综合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在国内算是第一等的。这次孟美岐唱了一首慢歌，没选择她最擅长的唱跳，那我会认为这是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该我付的月都已付过，不问的是误会对错，让月光带我回家。尤其这首《归途有风》，原唱又是王菲，珠玉在前，你得唱成什么样才能被人认可了你的演唱能力？我之前跟孟美岐一起录过节目，关于她和歌手小刚之间的小小的冲突，也算是见证者之一。然后在之前呢，我也批评过她的一些作品和她的演唱，但是我会认为这个不妨碍我对孟美岐身上的某些特质的欣赏。你比如我会认为她的这个唱跳的综合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在国内算是第一等的了吧。我的意思是说，不要非黑即白，不要认为说我批评过她的某支单曲某一场表演，就认为说我否定了她全部的综合能力，这个完全是两码事儿。这次孟美岐唱了一首慢歌，没选择她最擅长的唱跳，我觉得这个跟她此时的心境会有关。那我也会认为这是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判定。什么样的歌手适合唱慢歌啊？是演唱实力很强的歌手才适合唱慢歌呢。如果你的演唱本身算不上强，其实你可以用你的舞台动作呀、综合舞美呀去遮瑕，但是你作为一个唱跳歌手，你去选择一首慢歌来唱，尤其这首《归途有风》，原唱又是王菲，珠玉在前，你得唱成什么样才能被人认可了你的演唱能力呀？你怎么跟王菲比呀？人还是应该学会藏拙，尤其是站在舞台上的歌手，你更应该选择你所擅长的方向去展示，把你不太擅长的那一面藏起来，千万不能说哪里不行展示哪里，那这个就反了。在这个舞台上，孟美岐显然是唱的不够好的。我们从导师的打分上，首先就能够窥探个一二。但是为什么那我们听起来似乎觉得孟美岐唱的还凑合呢？答案只有一个，修音了，而且修得很过分，很夸张。他那个音准和音色都已经修成了录音室级别的了，这个就确实是过了。我很想说一说这个修音，现在这个综艺们真的不修音仿佛就活不下去了，这导致人们在现场听到的和节目播出之后所展示出来的完全不再是一个东西了。这是为什么之前我在节目上对那些歌手们的点评，很多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说人家音准不行，唱的不行？那是因为你在节目中听到的是经过修音的，修的他亲妈都不认识了的修。其实这也是一种作假，在某种程度上，修音和假唱没有本质的区别，修音它就是一种假唱。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它有一点游戏规则的感觉，就是你在一个游戏里边，你要去找到游戏的节奏，然后游戏的规定，然后设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吧。我现在是属于越战越有状态，因为我也其实挺长时间没有在这种竞技舞台上出现了嘛，所以你一下子刚开始进到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个竞技的状态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找到，所以我现在反正就是已经适应了。只是说我来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是一个挑战者的身份来的，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里面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需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会去重塑，就是这个重塑就是有可能是我找回自己，也有可能是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有一个新的状态。因为我来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给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我的性格不是一个喜欢勇于挑战，然后勇于去做一些自己拿不住或拿不稳的事情的人，所以但这个节目呢，
说实话，对我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是一个恐惧未知的人。哎，可它也是个竞技节目啊。你之前像你说，你也参加过那么多，但其实大差不差，可能还是就是一个逻辑。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心态上吧，就是会有一些需要自我调整。对，因为我确实说实话，来这个节目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投入到竞技的状态里了嘛，所以我平时就是一个很佛系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只有在竞技的这种节目里边，我可能会调整一个状态，它不是说一上来就有的。而且再加上这么长时间，我一直都是一个生活里的人，然后很佛系，所以你一下子真的在身临其境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突然不适应的感觉。那为什么觉得就可能现在这个阶段是我想说我可以再挑战一下？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人不能永远是原地踏步的状态，就是你得总是你有生活可以，然后你有自己的别的一些生活体验可以，但是你不能永远都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不是我了，就甚至我都觉得，如果我一直这么沉寂，一直这么就是保持下去的话，我会丢掉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把它放走，你知道吗？我觉得确实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会比较少，不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确实大家的情况对吧？比较复杂，对，所以这个也不好说，对吧？所以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比如就之前的一些状况，会让你也产生一点危机意识吗？我觉得危机意识吧，是有，只是说我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不想自己在对待我热爱的事情的这个事情态度来说是一个懈怠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够还能够留在这儿，还能够做我喜欢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而且我是真的热爱，所以它可以让我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打垮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危机意识是这么去理解的，因为我不想对待我有那个敬畏心的事情有懈怠的感觉。我觉得人从零开始应该都很难吧，对吧？但是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我不能去想着我以前有过什么，或者是我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呢，就是说肯定很容易，但是你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你是需要很强大的内心去调整你自己，调节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除了我说我怕输之外的一个心态上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我在这个节目就是能不能像以前就是竞技的时候那个状态。现阶段的你觉得有找到比如当年的那种竞技状态吗？或者我怎么跟当年的你的那个竞技状态相比较？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跟以前相比吧，就是我现在适应了之后，我站在舞台上，我是比较平稳的心态，然后也证明了我找回自己，然后没有把自己丢掉。对，因为我看了片子里因为可能在你做一些表达的时候，它会闪回几秒你当年参加那个让大家都认识你的那个比赛时候的一些画面跟状态，你会觉得自己比当时多了一些什么和少了一些什么呢？多了一些年龄，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是，对，我觉得多了一些成长的痕迹吧。对我来说，对你肯定是跟4、5年前不一样，因为我是基本上至少每一年吧，我都会有那么一个时间要看一下我4、5年前的样子。对。然后呢，我近期回看的时候是为了找回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完全在一个没有喧嚣、没有杂念，然后很稳在舞台上的那个发光的那个状态。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随着一些经历、一些时间的沉淀之后吧，你肯定是跟以前不一样嘛。所以我就想找回一下我以前的那个状态。但是呢，你再怎么找，可能因为以前毕竟那会儿我20岁，对吧？就是才，准确来说是20岁生日还没过呢，我19岁，所以就是还是会在舞台上有一些青涩，然后还是激动的，你知道吗？就还是在
舞台上就是我就是想赢，我就是满眼的就是我要赢，我要战斗，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我多了一些，可能眼神里边更稳吧。对，就是没有说很多的很大的那个欲望，就是赢这个事情肯定都想赢嘛，只是说他那个欲望是存在于这个结果，其实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接受。就是多了一个这种感觉。我觉得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经历的，而且所有的你为什么那会儿会看起来会很青涩，你现在会成熟一些，就是因为时间慢慢的在沉淀，然后一点一点的可能让你也会有成长和蜕变嘛。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一切都是最好的经历。具体的话就是我肯定会输。为什么？我不是说对自己泄气，而是这个东西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节目其实大家会有很多新的面孔，对吧？就是可能一些惊喜感，从惊喜感、新鲜感的程度上来说，大家可能会更希望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做的是怎么突破我以前，但是其实我会难度更大，因为我以前做了。挺多的，对一些这种就是露出的东西了嘛，对，声音抗压这个事情，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了，对，因为毕竟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都在经历这些事情，如果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跟自己达成这个一致的这个共识的话，还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对，还是脆弱的话，我可能就你现在这不会站在这儿看见我了，你就压根儿就不来了，是吗？对啊，我觉得就是热爱吧，就是热爱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其实也没有必要让大家共情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在你身上发生的，对吧？大家可能更多的能够理解，但是绝不能说它是可以跟你完全感同身受或能够站在你一样的角度去，对吧？想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啥？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个小卡嘛？那个卡片上面不是有很多那种关键词什么的？就是你最大的那个是 C 位，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比如说像他们其他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又知道我干了什么，就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确实是很明显的标签之一。对，就这个是设定什么的，对。然后，所以我其实一方面是让我自己不要老，也不要想这些了，就是你就从零开始，你就想象着你就是白纸，你就是什么都没有过，你曾经什么都没拥有过，你现在就是一个新人，你就是刚出道第一天的那种新人，你就站在那个舞台上，就要这种心态，因为你老是脑子里想特别多，你其实就是会影响你的心态。所以我当时才在发布会里面说，我说我要放掉这些包袱。其实，然后包括其实，有一次我去找艾拉老师聊的时候，艾拉老师也是跟我这么讲，他说你要放过自己。他说人要懂得放过自己，就是你不放过自己的话，你会真的很难过，每一天都。就我现在也承认，就是我刚来的时候确实杂念很多，但是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慢慢适应嘛，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就我不是那种你把我丢在一个环境，我立马就可以跟大家，我是 I 人，就我不可能立马就跟大家就是其乐融融很熟，感觉好像是好多年的朋友，我做不到这个，然后在舞台上也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在就是我适应了，然后我就真正的放过自己了。就我自己看歌词去感觉，就是它其实很像我自己的经历和过往。然后呢，我选这首歌其实也是想要有一种释怀，就是释怀我所有过往的那些那些经历。对，就是我就是想从这首歌作为起点，然后重新开始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我彩排那么多次，包括练习什么的，我都不敢投入到那个情绪里，就怕控制不住，不敢深想完全不能想，然后也不能投进去。但是那一天彩排的时候，因为你看舞台了吧？我看了就是那个舞台后面它会有一束
光，是黄色的那个光，它其实就像太阳一样。然后就是等于说我把我自己所有东西都释怀了之后，前面其实都是很白的、很干净的那种状态吧，空的状态。然后当我最后到最就是顶点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是有太阳升起来，它其实就像是，我过往所有的，比如说我身处于很不好的状态的时候，它可能更加的向前面。然后，但是我慢慢一点一点的蜕变，一点一点的跟自己和解，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之后，我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然后会有很多像太阳一样的人照耀着我，或者是我自己也成为了我自己的那个太阳。它其实有很多寓意在这个歌里边。但是前一天，因为我真的是哭到就是抽泣，你知道吗？我有看到你部分彩排的那个画面。这首歌有哪比如一两句特别的歌词，就特别的觉得戳到你自己心坎里这种？就是什么类似不问的是误会对错，让来路带我回家，就是这种感觉的。然后什么该我付的约都已付过，然后就这种类似的，就它其实很像我的很多的一个过往，然后我就会带入，就我脑子里面全部都是我的经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这首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当下要表达的。它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不论是结果是一个会让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它不是我以前想那个孟美岐，他可能怎么着，他是不是退步怎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下我选择站在这里，然后重新启动我自己，然后重新找回我自己。我用这么一首歌来开始，我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然后我并不想我一开始我就哐一顿唱跳，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回归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搁在我19岁、20岁的时候，我会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不会。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变化，然后我也想要去表达我的变化。我做这件事情的结果，或者是等大家都看到了之后，可能会有这些议论的声音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是想得到的，但是我也愿意承担。就我有时候就看你在比如真人秀或偶尔镜头扫到你我觉得你的状态就除了在舞台上，你就在台下的表现状态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或感觉有点内收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那我选这个吗，或不选那个吗，就有些犹豫。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说平凡者不平凡者的那个问题，你就很痛快的、很直接就选我不甘平凡。就我可以理解，其实你心里还是有非常强大的，比如傲骨。或者是还是觉得就是内心中那个闪闪发光的孟美岐，我们不说 C 位但是有可能在舞台中央的那个孟美岐是一直在你心里的吗？或者怎么去？我必须要坚定这个事儿，我如果不坚定的话，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支撑下去。对，而且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强调热爱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是我是因为热爱，也因为我不甘平凡，所以我必须要每一次都要挑战我自己，然后。我就是很会给自己找这种精神的挑战以及身体的挑战，就每次都在把自己逼到角落，无法退后，没有退路可言，就每一次都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安排吧。我觉得穿过了时间的花，要穿过一生炙热的梦，有多少不得已来不及，还流浪在梦里，才可明白为何而来，要放开过无放的手，要千山万水懂得泪流，要放弃，要别离，要万里，要归去不由你，才可明白为何回头。谁在唤我的名字，我的远走，我没说的爱遇见就
声带我回家，记得告诉我，该我付的约都已付过，不问的是误会对错，让月光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让来路带我回来吧，归途上听见了吗？要送上个话，别睡。